用朴素的茶具还原真实的茶品。大家好，我是真茶君普安。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评测视频又回来了。好，今天我们来评测的是一个茶友寄来的啊，他还写了一些内容，他可能也是刚初次做红茶。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评测红茶，这一款茶应该是一个诸暨的茶友啊。然后种植的高山红，它是密封好的。我们现在把它打开来看一下，这是一个小叶种茶，我们把它整体倒出来看一下，它是什么样一个类型啊？这个香气啊，它有类似桂圆的香气啊。来看一下这样一款茶，这个茶的采摘啊，我们大致就能看出来，它的采摘有1叶、1叶、2叶、1叶、3叶都会有啊，这是我们看条形当中能够看出来的。从现有的这个条形，我们也可以罗列分析出来啊，这个茶，它采摘不是前期的茶采摘，它是应该是后期啊，就是春茶后期的一些茶的采摘，或者是秋茶的一些采摘，但是我们具体评测，我们开汤之后再来告诉大家到底是一个春茶还是秋茶。从这个茶的分析来看啊，叶形来看，它的颜色相对来说它会偏黑和灰啊。那我们来开汤，看一下，刚才水已经煮开啊，我们重新再复煮一下。这个茶的投茶量我用180毫升的一个盖碗，那我们来大致啊，红茶我们就投6克左右啊，我们来开汤判断一下红茶的投茶比例，在普文看来跟水的比例是1:25到1:30，更容易出味。那检验红茶最好的方式和标准啊，普文也曾经给大家来讲述过，要检测这款茶发酵的好与不好，较为简单，用100度的水温去泡感受。好，总的来说，冲入之后啊，它的香气是溢出来的。这个茶整体来说，它的发酵啊，我们从这个香气闻到的发酵来说，它的发酵水平其实相当可以。好，然后当热汤冲出来的时候，它扬上来的，它烘焙的温度整体来说啊，我们从这个热汤当中也能感知得到。然后我们再回来看这个条形，它的烘焙的温度啊，它不是特别高，而且这个条形没有鼓包，它采用的烘焙温度是提香机，用提香机来烘这个茶。来，大家看一下啊，汤色还是比较清透的，而且干净程度也是比较好。好，我们来开汤喝的那一泡啊，3泡之后焖泡之后，给大家看一看那个叶底如何，我们就能分析出来啊。不要用滤网就能知道这个茶做的时候干不干净，甜度是可以的，原料的生长环境啊是可以的，而且烘焙做的是可以的，因为这个茶喝完之后你没有锁喉，只是现在呈现出来一些略微的涩底啊。生津感其实还是蛮强烈的，它的发酵不是说发的特别深的那种，整体感觉来说，就是它的发酵时间还可以略微拉长一些，2分钟时间差不多了啊。我们来出汤看一下它的变化大不大。好，大家看一下，颜色完全转红了。好，热汤当中的略微的五味啊，它就会出来。红茶这焖了时间长，但是它热汤闻着没有那种酸味，整体来说它的发酵是可以的，一点点酸那是很正常，但是你喝进去之后，它的酵味啊，它是不明显的。按这个茶条我们来看啊，分析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叶底为什么会出来这个色底啊？因为它的发酵时间有一定的关系。看似外面红了啊，只是说表面这个梗里面的内芯它未必发酵到了啊，只能说表皮时间稍微偏短一点点。你看为什么像这个啊，整体的色泽，我们来放近看，来大家近看啊，其实它的整体的发酵还是可以，只是说它的那个略微偏青，尤其是大叶啊，打开它会存在一些绿叶偏黄绿。整体来说它发酵的是可以的，它那个发酵可能那个地方温度偏冷一点，还有一点它很容易出现，比如说干茶上面啊会出现像这种黄叶子啊，就这种红黄的叶子啊，就是因为是脱水发酵的时候脱水严重。但是我给这个茶友的建议是，采摘的时候均匀度采摘更好一点，而且摊的时候就是尾雕的时候，它还可以拉长
一点点时间，不至于揉茶会揉到很碎啊。发酵的时候再发长个把小时，温控跟它的湿度的控制要控制好，因为红茶发酵的温度不是很高但是温度不高的前提下要拉长，因为它采的还是比较老。但总体来说，这个茶汤色什么做的都是可以。在这里普文给大家讲一个制作上的一个原理：红茶汤色要清，发酵不能过深，而且发酵不能过厚，温度不能过高。总体来说，这款茶我们不谈外形，从它的工艺水平来讲，总体是做到位的，按这个方向去走，可以做得更好。主要是采摘我们更加的标准化，萎凋的时间可以适当的再拉长，因为根据原料的不同我们嫩的原料它就萎凋时间相对来说要偏短一点，因为老的原料它有梗像这种梗它就稍微时间拉长一点。有梗的原料我们可以后萎凋，偏后一点萎凋，因为薄萎凋的话它容易脱水过快，梗它没有软，叶子已经干了。然后萎凋的时候我们不要在一个封口，因为封口的话它会出现什么，叶子已经干了，梗还没有软所以最好是风流动比较小的一个地方萎凋。然后萎凋如果不透，我们去揉茶就会出现很多这种断条，过多的这种断条就太多了，所以这个茶会看上去比较稀碎，整体感就没有那么强。揉茶，那我们进入揉茶那个环节，那这个环节呢，我们揉茶机的加压怎么加，它是非常重要的。前面我们不能加压，让它自然的揉到一定数往下的时候，因为它整体的有一个软化的过程，有个破壁，里内部有个细胞破壁的一个过程之后，那我们再适当的加压。像这个茶发酵它整体来说它的揉茶是透的，从我们叶底来看，它的揉茶是很透的。但是发酵的时候，只是说这个发酵像这种颜色淡的它可能是在边层这种颜色偏红的它可能是在中间，它温度各种到位了像这种在边层的，它的温度湿度脱水过快，它就会形成这样的颜色氧化它不够充分了。好，今天给这款茶评测就到这里。总体来说，这个茶做工往这个方向区间去做是可以的，它的烘焙的温度整体来说也是可以的。加油，我们共同把茶的工艺越来越好做的，大家都一起提升。感谢大家，普文一定给大家带来真实的评测，真实的茶品，真实的原产地制作。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期节目见，拜拜。